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想恋爱，而是通过被喜欢来确认自己有价值。就像一个典型的缺爱者，谁陪在你身边，你对谁就产生依赖。如果有新的人陪你，你会很快忘记上一个人离去带来的悲伤，因为对于你来说，这个人怎么样他不重要，你只是想要被爱。你把他们当成了你的救命稻草，但是本质上你只是缺一个人陪，缺一个人肯定你的价值。这种模式就是来自于你幼年时期的心理需求，它没有被满足。就比方说，当你想要一个玩具的时候，父母说啊，你只有考第1名才能得到。比如你在学校被欺负的时候，你的老师给你讲，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来欺负你呢？这些大量的需求被忽视，感受不被尊重的体验，就会逐渐内化成一个声音：我自己是坏的，是不值得被爱的。这种糟糕的信念会让你极度的渴望在关系里寻求补偿，想要去看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所以你会非常执着的在关系里让对方证明自己是爱你的，他对你好你就开心，一旦稍微冷淡，你就会开始猜忌了。实际上你担心的是自己的价值不被认可吗？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当你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是否被爱上时，你一定无法拥有长久稳定的关系，因为你缺乏自我认同。当一个人想要去爱你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永远不会是高兴的接受，而是会去怀疑，他真的爱我吗？他能爱我多久呢？那为了让自己心安，你会走入2个极端，要么开始不断的做闹去试探求证对方是爱你的，那结果就很有可能那个深爱你的人会因为你的猜忌感到疲惫而离你而去，要么就是你为了对方永久不变的爱，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底线去讨好对方，最后吸引来了一些本来就想利用你的人。这就是之前我为什么跟大家讲，缺爱从来都不是靠很多的爱来弥补，因为缺爱缺的从来都不是被爱的感觉，而是缺少自我认同。而真正的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重建自我的认知体系。具体你可以从下面2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看到自己的恐惧，你要先了解自己内心害怕和担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是害怕得不到你爱的人的回应呢，还是害怕对方抛弃你？你还是怕对方看到你的缺点就会看不起你？每次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你问问自己，是不是你害怕那个东西出现了，一旦被探讨，它就从你的潜意识到了意识层面，它离解决就更近了。第2点就是要学会自我鼓励。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你渴望被谁认可，就会被谁掌控。所以与其被人奴役，不如把自己的掌控权交回到自己手里，学会自己认可自己。每次做完一件事儿，不管大事小事，你都要记得给自己一句正向的反馈，这件事儿我做得很不错。只有你自己认可你自己，你才不会总是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缺爱的是小时候的你，而现在的你是完全有能力去自愈的。一切的选择都在我们自己手里，一定要记住，你缺的永远不是爱，而是从自身获得幸福和快乐的能力。